Hello，大家好，就是上次不是经过我们房东那件事情嘛，然后他们一直都说他老妈这个坟墓葬在这里有问题，因为在这里的话，从风水上面来说，这里就不适合葬坟。因为房东他那天不是火化后送回家的头一天晚上，这里就塌方下去，把他老妈的这个坟已经淹没了一半。经过这个事情以后，全村人都在议论纷纷，说他们这里确实是有问题。然后他们前后也是找了几位先生上来看了一下。第一个先生上来看了，说这里不适合葬坟，然后他们就不相信，然后再去找了2个来。今天来了一个，还是说不行。然后他们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个坟给迁走，迁到哪里去呢？一开始是说迁到那个位置，或者是下面这块地里面去。然后先生说他这里。还是不太适合，然后让他们到上面丰塘里基地那里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，因为他父亲以前就是葬在上面的，所以说，这块地以后坟墓迁走了，可能，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里面种田插秧，以后我们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稻谷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蓄水池在上面，我们蓄水池里面的水也是供应得上的，这块地的话，如果说他们不葬坟墓了，我们可以长期的作用，然后我们把它这个防水做好，就有自己的稻谷了，就不用再去老家种田打稻谷了。因为我们去老家种那一点稻谷的话是很麻烦的，这里跑去跑来的话也得花一整天的时间，而且也做不了什么。我们现在就想的是这块地是最适合种稻谷的。我们当初拿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后面呢就没有，发生了这些事情是吧？我们就没有种稻谷了。我记得我跟小贤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块地，这块地那个时候是放牛叔叔他在种稻谷，而且呢我们也放了一些稻花鱼在里面，就幻想着以后在这里就可以吃自己养的稻花鱼了。结果想象很美好，那年大天干，就这个稻田里面的水啊就蓄不起来了。如果说不是因为那年大天干的话，房东的妈妈也不会葬在这里面，就是因为这块地，没有水了，然后空闲了，他们就有想法把他妈妈拿来，葬在这里嘛。哎，我真的感觉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是上天安排好的，所以说没有那么多如果，只有结果。现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呀。其实都是谁都改变不了的，无论是风水上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，我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。这个位置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养稻花鱼、种稻谷，因为他们葬了一个墓在这里后，可能很多人过来看着不太舒服，然后我们才种了这些芭蕉树给它挡住，一是为了造景，二呢也是为了挡住这里的位置嘛。大家看一下，他们这块田地是很肥沃的。至于要不要迁走，他们只是今天简单的说了一下，因为还要回去跟他其他的兄弟姐妹商量，然后才来一起做这个事情。如果说这个坟墓迁走了以后，我们这里的芭蕉树都可以把它全都砍开，砍开以后，这个田坎呀，我们是可以给它观摩，到水里的，就像小钱他爷爷家的那个田地一样，像这样就可以实现它不漏水，既能种稻谷也能养鱼。现在这个田里面，老妈是种了一些菜，什么菜都有。这里是种了一些红菜苔，还有萝卜、油菜，这里面种的最多的就是油菜，还有这个一横一竖最喜欢的花菜、包菜呀，还有这种娃娃菜。大家看，其实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这块地拿过来，种稻谷、养稻花鱼，然后让那些游客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抓稻花鱼的那种快乐。对，你后看，面我们把这块地租过来了过后，就大天干，就拿来种菜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想着把坟墓埋在这个里面。现在把它迁走了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好的。对，那刚刚那位先生说可以把坟墓移到这个位置来，但是他们说这个位置可能太小了，装不下。然后又想的是，
站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，刚好又跟那户人家的地界是交界处，怕扯皮。然后因为如果站在这里的话，这根路就要被挖掉。后来想了一下，这个还是不好，他们就想到上面，就是上面李子基地那里的那些风水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他父亲也是站在那里的。对，其实这个坟墓它移到这边来，对我们的影响也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我们又得重新栽一些芭蕉树来挡住。对，因为我们以前原本想的是，我们做的那个房间开一个大大的落地窗，看看外面的风景。结果后面站了这个墓地在这里以后，然后就感觉看起来啊有点不舒服。虽然说我们不相信这些，但是我们是相信命运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。你看，我们这里房子风景太好了。对，看那边，我们那个房子头顶上一片夕阳，真的太美了。这里的环境，我觉得不应该被一个坟墓所影响。所以，现在的话，他把这个坟墓迁走了，对他们主人还是对我们都是最好的。其实他这位来的他是很慈祥的，因为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去他们家里的时候，这位来的人特别好，给我们倒水。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现在眼前所拥有的，珍惜每一个人，珍惜每一天，因为我们都是人生无常啊，所以说不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个会先来，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你看这块地，我们拿过来以后，这是后面才种的一棵枇杷树，这个枇杷树长得特别好，可能今年就要开始结枇杷了。如果说这块墓地清走了以后，这些枇杷树呀，或者我们摘的一些无花果，我都要把它挖掉，挖掉以后就纯粹的用来种稻果，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发挥这块地的最大的价值。因为这块地它以前就是在种稻果的，从来没有断过，就是上一次大天干，然后才没有继续种了。这些枇杷树都是我们在老家移栽到这里来的，也是长得特别好。这些都是在林子里挖来的。你说，要是把这些果树移开了之后，又能栽到哪里去？我们都没有地方种了。有地方啊，你忘了我们上面垮塌的那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来种在那里。然后它既能过土了，又能摘果子吃。还有就是下面房东送我们的那块地，我们也可以去种一些水果在里面，是吧？而且我们确实是买的那块地也没有种满嘛。我们能种果树的地方还是很多的。还有那边就是我们插无花果那个位置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种一些果树。虽然是在公共区域，但是我觉得它既好看又能提供给大家采摘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？对。